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湖北襄阳的大山当中。今天呢，开一座山寨，有点特殊，与众不同。它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，面积非常大。在山顶上面，现在还保存了大概161间石房子，等于是一个庞大的大院一样。它经历了好几个时间段的变迁，最开始呢是兵寨，后面变成民寨，就是人们生活的地方。后来呢又变成土匪寨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最有意思、最特别的是，在东汉末年，也就大概1800年前，关羽来到这个地方，并且呢，在这里住了几天，在这里夜读《春秋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一座山寨。山寨是在上面的山顶上面，在这里呢，还看到有城门以及长长的围墙。那么这个山寨它的城墙是绕了一圈。基本上把里面的建筑全包围起来了。开始上山了，现在是景区，比较好走。我估计当时修建山寨或者山寨修建好了之后，道路呢也是一般，或者说是很小很小的道路。毕竟修建这样的山寨，它是为了防御，肯定不会弄得很大的道路出来的。走了10来分钟，来到了这个山寨的南门，也叫做南碉楼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在上面呢还有个大炮，就证明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防御关口。因为城门嘛，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哪个古城，都是重之之重的。它这里分为上下2层，下面是通道，上面呢就是防御的。大家看这里是不是比较新呢？因为这个是后面复建的。原本的这个大门在1948年被损毁了，有这个大炮呢，就可以证明这个山寨在上个世纪以及清朝末年是有人生活的。在这个城门2侧呢，就是城墙，这个高度5米到10米不等，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。来到这个地方，感觉就仿佛来到了石头王国，全部都是石头，包括这个山呢。也是一座石山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里面走一走。这个南门高度大概是9米那么当时就是从这里进出的，从这边进来就来到了城墙上面了。这些全是女儿墙就是一个个垛口。这个城墙，它的厚度大概都有1米，也是根据山体形势来建造的。高度刚刚说了，有5米到10米不等。下面就是河流，并且呢，可以看到外面全部的情况。这就是这个南门可能是开发成景区之后弄的。原本的损毁了。那这里就是大炮，写了一个道光，那就证明在清朝道光时期，这个山寨呢还有人在这里生活，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。如果有谁来攻打这个山寨，他就可以靠这个大炮攻击。站在这个城门上面，可以看到前方全是密密麻麻的石头。有层次感。那这些呢是以前留下来的石屋就相当于是一个一个房间。总共这个山寨按照考证大概是161间房屋，非常多了。我们在看很多地主大院，像山西很多大的地主大院，可能都没有161间房屋。那这些石屋呢，基本上都是明朝留下来的。就是在明朝末年这一块呢，有一个大地主在这里修建的山寨。那么其实这个山寨呢，历史更久远，它在东汉的时候就大概有人生活了。我猜想可能在2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了，因为在东汉末年，当时关羽他镇守荆州，来过这个地方，并且呢，在这个山寨的顶部读《春秋》，所以这个山寨呢是叫做春秋寨。那个时候这个山寨呢属于一个兵寨，就这边屯兵的地方
因为这一块位置也相当重要。然后这个山头呢又靠近河流，有水源，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防御重地，一般人都上不去，从而呢有士兵在这里镇守。那后面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到了稳定时期，那这个地方呢就由兵寨变成民寨，反复的变迁呐。那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灾荒比较多，然后呢就诞生了一些土匪。那这些大家族、大地主乡绅呐，他们经常跑全国各地嘛，因为他们有生意往来，就知道局势不太好，环境不太好。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，他们就修建山寨。那当时呢，有一个姓邓的人家看中这个位置啊，觉得易守难攻，从而呢，就是在这个山寨开始大力修建。他本身这个邓家呀，就是附近的一个大地主、大乡绅呢。经过差不多慢慢积累10-20年的时间，大概20年左右，把这个山寨修建完成。那碰到土匪来了，他们就把财富啊以及家里的人员搬移到这个山寨上面来。你想一想，有161间房屋，那就证明他这个邓家家族是非常庞大的。按照考证是161间房屋，说是邓家的。我猜想，会不会是很有可能他们是几个大的家族一起合力建了这个山寨？因为如果说一个家族建这个山寨，我觉得好像不太真实一样。因为他们这些大地主、大乡绅，他不可能长期住在这个山寨上面嘛，只是说有危险的时候才会来到这个上面。因为在当时啊，那个土匪，就是说有一些土匪呢是比较恶劣的，他不光是抢夺钱财，可能还伤人那个性命，就我们常说的谋财害命，从而他们才会在这个山寨上面修建这么庞大的房屋嘛。所以说我感觉啊，很有可能是几家人一起搞的。春秋寨呀，就是这么由来的。它是位于湖北襄阳的南漳县呢。这个南漳被称之为中国古山寨之乡，就是在整个这个县呢，大大小小的山寨非常非常多啊。就是在这个春秋寨旁边呢，都还有几座山寨。大部分山寨呢是在那种崇山峻岭上面，说的通俗一点、简单一点，就是为了安全、为了防御、为了躲避土匪，才在这种山顶上面修建。其实话又说回来哈，在这种大山里面，就是在战乱的时候，土匪比较多，从而才会修建这么多山寨。那这个山寨呢，是普查之后才发现的，算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山寨。那当时在南漳这些发现了好多山寨，那肯定会旅游开发嘛。刚好这个山寨呢，离下面的马路不是太远，然后从底下上来呢，相对来说还方便一点，并且呢，这些食物啊保存比较好，这个山寨面积也比较大，这样的话就开发出来了。还有，那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很多山寨没有开发的，我在网上看到也很多人去徒步去游玩，有一些山寨比这个还大，特别是卧牛寨，它的城墙长度达到7公里，有300多个石房子。这些山寨基本都是石头的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县山寨加起来，大大小小的总共有上千座，名副其实的古山寨之乡啊。那这个山寨呢，现在景区肯定是收门票的。同样的，我也是用的旅游年卡。从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山寨啊是分为好几层，因为它是根据山体形势来建造的。那么越靠近城墙、靠近城门，这些房屋居住的人呢，肯定是当时这个邓家的一些下人居住的，就是丫鬟呐或者长工居住的。那中层呢，就是他们家里的旁系。那最顶部呢，肯定就是最核心的人员居住的了。在城墙旁边的，应该是他们家族的下人，就比方说丫鬟或者长工居住的，可以看得清楚啊，一层一层上去的。这一块是房屋，前面也是，然后中间呢还有一条道路。
整个山寨呢，它横向、纵向都是有道路的。你看，这里就是一道墙，直接这样上去，然后这些房屋都是靠着，然后中间也是一条道路的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应该称得上是户户相通，就是全部连接起来了。明朝留下来的，那么差不多也400来年了。这里不好过去，我们得从另外一个方向走上去啊。这些房屋整体看起来不是太大，全部是石头，从而说当时也是发挥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打造的。这边还有个标记“兵营遗址”，就证明以前这里是屯兵的。现在相对来说好走啊，以前肯定是没有这么好走的。这全部是女儿墙啊，我估计在当时白天和晚上都有人守卫着，就特别是碰到战乱时期。这个跟我们看的那城墙或者是长城都是一样的。这边算是一道分界线，在下面是刚刚说的那些下人居住的房屋，而上面呢，这里应该是家族里面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旁系居住的。中间这里是一条道路啊，这里有墙壁，那么在以前应该也是有，只是后面倒塌了。这草太多不好走，我们就不走了，直接往上面走。那这里以前是有门的，这个房屋看起来挺大的。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石头没有其他的，那其实在以前这上面呢有横梁、有瓦片的。那这里的瓦片有2种情况，一种呢是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瓦片，还有一种呢是石头的。那么大家感觉是哪一种啊？我猜想应该就是木头的横梁加上我们正常的瓦片。如果是石头的瓦片的话，这里肯定会留下一些的。这个房间比较大，我感觉啊，还有一个作用呢，是起到防御的作用。可以看到这一块呢，旁边就是悬崖，那么这里时时刻刻是有人守卫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，是有一个观景台，那么其实可以看到以前就修好了那个平台，这个下面高度可能都有100多米。住在这一块的人肯定应该是守卫这个缺口的，因为要换班嘛，包括这边都是如此。我们看看旁边，河流在那里，估计爬上来也很难呐，比较陡峭。很多都拆得差不多了，像这个石门没有了，旁边那个石门还保留下来了。在这里还能看到上面是带点椭圆形，就证明以前的横梁高度大概就是在这一块，只是说木头建筑全部没有了。那旁边这栋房屋面积也是挺大的，很高啊，应该是2层。因为在这一块可以看到有很多孔，那这里啊其实就是中间的横梁，我们说弄阁楼的就插在这里。那顶部还有横梁，它这里的很多房屋啊都是分为2层的，你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一块，其实也是2层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80%都是2层的。那来这个房屋看一看。那在这里看到上面呢有一些水泥，就证明这里上个世纪还是有人居住的。我们就大概算50年到60年前吧，还有人在这里生活。这里就可以看到痕迹出来了，这边到这一边，所以这个房屋深度可能有7米左右啊。挺高的，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里面全是杂草。那旁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
这明显的看得出来历史是比较悠久的，因为这完全是人工打磨的痕迹。如果是机器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上面还加了个木头，哎，很少见。全部是根据山体来的。你看，这边堆了一些石头，上面就堆在上面，所以说完全是依照山体的地势来打造的。同样是2层的，我看到很多那个水泥的痕迹，还是上个世纪有人居住啊。这一块当时应该是家里比较重要的人居住的，很可能是管家、师爷这一类的。这一块应该当时是存放一些东西的，因为整体的话高度可能才1米多，因为马路就在那里，所以它这里并不是全部的房屋是用来住人的，就高一点的是住人，矮一点可能就是存放东西。那么很有可能啊，这是存放粮食的，因为靠近上面嘛，它肯定把粮食或者比较重要的东西放在上面。在这边又看到一条通道了，这里是通道，然后左右两边是通道，就是从那里下去是中层，然后再下面呢就是最下面的那一层，是这样分的。继续往前面走。在上面这一块呀，基本都是2层的房屋，那么主要是核心人员居住的。你像他们家族的核心人员，就是族长的儿子啊或者孙子，可能就住在这一块。到了上个世纪，那个土匪的那些人员呢，有一些可能是居住在这里。之前我们去其他地方看，也会说是土匪居住的。那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大概是48年，确实是有一股土匪啊，在这里盘踞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是300名土匪，后面肯定是被消灭了。那这一块很有可能就有一些土匪住在这里。它整体的布局都是差不多啊，2层，这一块就可能高一点。在上个世纪有人居住，可能我们说的50、60年吧前，你看这把那个缝隙堵住了，就进行保暖吧。原本这个山寨里面这些房屋是没有把缝隙堵住的，就到了冬天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凉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只要是涂过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在几十年前有人居住。在旁边有一条道路是去中层和下层的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些房屋。因为现在里面草太多，不就走过去了，直接在这里看就行了。那这一块这些房屋都相对来说矮一点，下面那些就高一点，就是有人居住的。我们刚才看的南门是在那一块，所以最下面一层、中层、上层这么区分过来的。这工程量还是挺大的。我们现在是走到这个山寨的中间，可能只走了1半的距离，或者说还没达到，所以我才一直会说嘛，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并不是一家建造的，是好几家合力建造的。那边呢还有很多房屋，那么我猜想啊，是整个家族辈分最高或者是地位最高的人是住在那一边。我在看资料的时候说，上面还有个将军房，就是这里最早作为兵寨的时候，将军是住在那一块的。全部是石头，真的是一个石头王国啊！这个房屋就比较深、比较大了。在那里还可以看到那个射击孔，外窄内宽，这是典型的射击孔啊，不是一个，有好几个地方。有这个孔呢，就可以朝外面射击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
防御的地方。上面那一块还有一栋房屋，保存的相对来说完整一点。哎，在这里还能看到一个窗户，就可以观察外面的情况。这栋房屋比较有意思啊，也算是居高临下。我猜想当时都很有可能是一座碉楼啊。你看中间还有台阶上去的，那一块又空了一部分。这个是不是用于观察或者防御的？因为本身在中间这里是有阁楼的，有横梁，刚好跟这一块平行了。那么当时人呢是站在这阁楼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况。我猜想是这样的。那这一块又是有一条通道了。不好走，我们就不往前了。你看这两个挨着的，明显布局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是观察或者是用来守卫的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啊。在这里有一栋房屋比较特殊，3层，比较高，而且呢是半圆半方。根据山体形势，一边是圆形的，一边是方形的，有点像碉楼吧。那么我猜想，这个很有可能也是属于一个瞭望的作用。刚好呢可以看到这一边的情况。它里面呢是分为3层，这是我进来这么久唯一看到一个3层的。站在这个边上看一看下面的情况，河流刚好把这个山寨包围起来了，算是一道天然的防御。再看看对面，在顶部呢有一个巨大的雕像，那就是关羽，因为关羽来过这个地方嘛。在它下面呢有一些洞穴，上面呢还有一些亭子，那这些啊也是山寨。在我们对面呢是有2个山寨，这个洞穴它是叫做一个洞寨，里面呢有寨房、碑刻、哨卡、暗道，也有寨墙。然后在远处啊还有一个山寨，叫做忠义寨、严家寨。它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春秋寨啊是一体的，就相互守望。倘若呢有风吹草动，就相互接洽，相互防守。那么在对面可能是一个大家族建的，这里是一个大家族，然后那些洞穴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家族建造的。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在南疆这边山寨特别多啊。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对面那个洞寨下面有寨墙了，然后洞里面可能就是房间，寨墙看的是非常清晰啊。这边太远不好过去，要不然我就过去看一看了。顶部关羽的雕像旁边有个亭子，然后这边也有洞穴，我们放大看一下，好像有栈道，这隔得太远我们看不太清楚。我们过去也不方便，因为这个崖壁上面可能没什么路啊，就不过去了。总体而言，这边的山寨特别多。我估计那个忠义寨应该还在上面一点，也是有遗址的。哎，这栋房屋有点不一样，那明显是后面经过修缮的。在上个世纪有人住在这里，门，然后外面粉刷了，哇，挺高的，也是2层。我估计这些石头啊都是被人拆走了，这些横梁被人拆走了。这边还有私塾，就是在这一块。也是我们说的学校，是邓家在这里创办的，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。那么当时他们家族启蒙教育啊，就是在这里举行。反正走到这里啊，我就有2个疑问：这个山寨是长期生活的，
还是进行短暂为了防御土匪而生活的，所以我有点搞不明白呀。在明朝末年，那个时候战乱比较多，而到了清朝，相对来说稳定一点。那么这个邓家在稳定的时候还会在这里上面生活吗？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。特别是旁边呢，有资料介绍说，这个山寨下面一些老人呢，生活在下面的老人在这里受过启蒙教育。那么如果按照一些老人比较高寿，他到100岁，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这里生活，或者我们说上个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、40年代在邓家的这个私塾启蒙，那这样算起来，这个邓家传承就比较久了，从明朝到上个世纪20、30年代，这样算起来，邓家在这个石头山寨住了几百年，我觉得可信度不高。我觉得这个山寨基本上算是邓家的一个备选之地，有什么事情他们再去山寨里面居住，平时是不住的。到这里，我们这个山寨走了大部分，一开始是下人居住的，后面是管理以及家族一些旁系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人住在这一块。而再往前走呢，又一点不一样，很有可能是最核心的地方。这里可以说是一道关口，因为旁边又出现了那个寨墙，那从这里进来就是核心中的核心了。同时呢，在这个房屋前面呢，有院落一样的，面积比较大。那么居住在这一块的人，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，并且呢，可以在这里看看旁边的环境。那这里也是一个瞭望台的作用，可以看到远处的情况，而且是看得很远，从那边一直可以看过去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有很多那个树木啊，那其实在以前，特别是在清朝那个时期，山上绝对没有那么多树木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啊，木材是很大一部分的，没有现在我们说的各种气体。所以说我们去很多地方，当地人都会说，以前山上都是光秃秃的，是现在环境好了，树木就多了。在前方这一块看到一些基座遗址，那这里以前是有建筑的，传说是关公当时在这里读书。后面呢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就把这个山寨叫做春秋寨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遗址啊，是清朝乾隆年间建造的，后面到了上个世纪又重修，当时高达5层4角峭岩，不过呢毁坏了。当时这里还有块石碑，这个部件在博物馆里面。在这一块呀，还有一个关帝庙遗址，就是在这一块比较小啊，大概是5平方米。这里有资料介绍，并且呢，当时还有个关公的雕像。前方有个将军的居住的地方，去找一找。这看起来是一个房间，其实是一个通道，这也是起到一个防御或者反冲的作用。一路过来看到的全是石头，那这些肯定是上个世纪修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，这是属于蓄水池啊，就是储存山寨的用水。这个是比较重要啊，因为人们住在这个山寨上面，水是必不可少的，特别是有土匪来，他把这个山寨围住的话，人们不好下去打水，那么必须是靠这个蓄水池生活的。将军房就在前方一点点，总体感觉靠近北面这一块更精细一点。这就是将军居住的地方，明显的不一样啊！它是一个套间，外面呢还有城墙包围着。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属于将军居住的，后面邓家的那个族长住在这里，因为一开始是兵寨，后面呢变成民寨嘛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整个山寨最核心的地方，单独有围墙包围着。这个明显的话也更精细一点，这个石门还保存着，里面肯定是
啥也没有了。那这边还弄了一些仿造的雕塑啊，这应该就是卧室了啊，弄了关羽的，在这里夜读春秋。这弄得有点不像哎。那我猜想，土匪盘踞在这个山寨的时候，当时土匪首领应该也是住在这一块。这后面也是一个卧室，这一块就是用来居住的吧。反正是将军、土匪、族长都是住在这一块。这里当时也是有一道门的。这个转轴痕迹都还在呢。反正这里某一个房间，应该就是当时这些土匪首领、地主家里的族长居住的。具体是哪一个，就猜不出来了。反正就是这些，现在只剩下草了。上面的建筑就看完了，现在从北边下去，在靠近北门这边还有一些建筑啊。这边也弄得不错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反正我猜想这一块应该是守卫人员在这里居住的，就是因为这边地势比较低嘛，那么防守的人应该是更多，就自然而然居住在这一边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，布局都差不多。到3点钟已经有点冷了这一块。那么其实也在想啊，当年他们住在这里，估计也会很冷的，因为石头会透风的，不容易啊。所以我才说嘛，从而一直有个疑问嘛，这里到底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居住？按照我想的肯定是短期的，但是按那个私塾的讲法，又是长期居住的，反正有点不可信了。这个山寨的位置确实是不错啊，三面环水，也可以说是三面临巡。当时的邓家还有后面的土匪，都算是很会选择地方，选择这样的山头来暂时居住。今天逛这个山寨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规模也算是很大。尽管说不是最大的山寨，可是呢，是我迄今为止见过、逛过的最大一个山寨，也算是大开眼界了。像这么规模宏大、建筑这么完整的山寨还是比较少的。这一块就是北门北碉楼，布局跟南门的差不多。我已经从里面出来了，那到这里这个山寨也差不多看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